好，我是米，为大家带来一款新游戏的视频了。这次我们来做一个试玩，叫做迷你空管。这个游戏是一个非常的简约风的这样的一个是我们模拟作为一个空管员管理飞机的起飞降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挺有意思的一个模拟游戏，并且现在这个游戏好像是支持多人模式的，还有模组的支持啊。其实我就只玩了官方的这几个地图，我觉得就挺难的啊。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模拟的真实的这个机场的一个地理环境，但是用的是这种极简的画风啊。游戏目前的几个模式，普通模式就是正常玩啊，然后硬核模式就是不能暂停啊。普通模式呢，一旦这个遇到事故会死亡，然后沙盒模式呢就是可以一直玩就不会死的那种啊。哎，你可以去测试自己的航线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目前呢，我也就大概玩了5-6张地图吧，有的地图真的很难啊。然后我们这一期呢，就挑战一下硬核模式啊。硬核模式之前我打的，最好的记录是什么？最好的记录就是这个伦敦初始给的这张地图84啊。我们选一个难一点的地图吧，选一个没怎么玩过的，就选这个华盛顿吧。要不选北京吧，更有代入感一点，我们选北京。然后这个游戏呢是有这个语音包的啊，这语音包还有中文小姐的语音包啊，到时候一会儿给大家可以切换一下看一下啊。这边呢，这个硬核模式跟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模式相比的，就是一上来给你送4个升级。这升级虽然是3选1，但它不算是一个肉鸽啊，因为它的选项其实就那么几个啊，就看你先自己的思路是什么，你想优先解锁哪一个啊？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喜欢先解锁一个加速转弯，这样飞机更灵活一点啊。然后盘旋点我肯定是要一个的啊，盘旋点就是让它这飞机在这个位置盘旋啊，省着这个，比如说这边是山啊，这边是故宫，故宫就是禁飞区，山就是撞上就死了啊。然后呢，比如说空域就是你整个的这个天空的这个面积，空域越大呢，我们能够操控的环境越大，当然也会有其他，比如这边还能看到新的山啊。然后这边还有空域，比如说导航点。导航点呢，就有点类似于你提前布置了一个点啊，比如说我们从这儿飞出的飞机，对吧？比如说从这儿飞出的飞机啊，你这边的飞机肯定是要往假如说是从这个方向飞出来的，你肯定是要往这边走的，你不能往左边走，它就会撞到一起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切一下语音啊，可以啊，我们给大家切一个中文语音啊，来看一下这个硬核模式，我们挑战一下看能打多久啊。真的很难啊，这个挺难控制的。然后这个跑道呢，前后2个方向你都是可以降落的啊，就是都是可以飞的啊。但是这个如果一边正在飞一边又在降呢，它就会撞在一起啊，撞在一起就结束了。然后硬核模式是不能暂停的，如果你玩普通模式，你可以用空格键暂停，这样方便你去微操你这些飞机，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贴得很近啊。然后起飞的飞机就是圆形的，降落的飞机就是这种菱形或者叫正方形的。然后起飞呢就是对应的颜色飞到对应的地点就好了啊。降落的飞机呢就是要想办法给它降下来啊。但是降下来呢，这个飞机的这个角度还是有说法的。你一旦这个角度选择不够好呢，它的这个没有办法转弯啊，就有可能降不下来啊。所以要稍微的选一下角度啊。然后比如说现在这里我们其实这么往下降是飞这个橙色点是最近的啊，但是容易跟这2架飞机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就选择往上飞啊。我个人的经验呢，玩了这么几个小时下来，我觉得还是飞机的飞行的方向还是在一个方向会好控制一点啊。然后禁飞区这个故宫的上面是不能飞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区域给它绕过去啊。现在飞机还算比较少啊，还好说，后边飞机多了就比较难了。然后这个游戏的死亡呢有几种方式，比如说飞机撞在一起了铁定死，然后撞到一些障碍物上，比如说禁飞区上也会死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飞机在这里等待的时间，这边就是我们等待起飞的时间啊，这个地方啊等待的这个时间过久，它会转一个红圈啊，转这个红圈转完了也死啊。然后这个空域是有限的，你的飞机飞出了这片空域也死啊，所以这个死亡条件是很多，还是挺苛刻的啊，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目前的问题在于，有点就是玩时间长了，同一个地图玩时间长了，因为你这个地图就挑战的就是，你能最高分打到多少分嘛？这个游戏我目前感受来应该是没有所谓的过关的这一说的啊，就是你看你在这样的一个地图，你用这些道具啊，就是它的这个航空的这个线路啊，最终应该能想实现目标就是无人操作吧，类似无人操作的这个感觉啊，你就可以自己自主的来回的飞。当然无人操作不太可能，因为它有这种带颜色的点儿，所以你就做到尽量少的操作吧，让它这个飞机能够运转起来啊，这个肯定是最终的终极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有点枯燥啊，相对来说就有点枯燥啊。我个人觉得，因为它对于这个起飞的这个机场的航道这里是不能改的。哎，这边有一降落点，给大家选一个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降落点为什么说后边可以做到不用太管呢？就是你这个飞机飞到这个降落点，这飞机自己就会哐哐往这点儿降啊，就是这样的就可以了。我们之后只要把它选到这个降落点，它就会自动的就给你降到这个目的的这个航线机场上啊。好，我们现在就得开始这个集中精力了啊！集中精力了，不集中精力容易出事儿啊。好，这边不会撞上，没问题啊。这边会撞的地方会给你一个提示的啊。中文导航的好处就在于，这个它提示的算是能听懂啊，能比较明显啊。这边提示我们就要出去了啊，赶紧给它拉回来，好，把它往这边走。这个飞机不好弄哎。赶紧拐啊！赶紧拐！这里赶紧降下来，这边降不下了，这边降不下了，往外飞。粉色这边，我们把这个故宫绕过去。好，这边降下来了。好，这边可以降落，然后这边走。好，目前还行啊，目前还行，完全不暂停啊，你是可以加速的啊，1、2、3是可以加速的，但我在这么复杂的地形上，我完全不能加速啊，我觉得能玩转就现在就挺不容易啊。好，这边降落，这边降落，需要注意一下，这2个飞机降落有可能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让这边的飞机让一下啊，否则可能会出事儿啊，然后赶紧把排队的飞机往上。赶紧走啊！这边排队排多了会结束游戏的。然后这个空域会稍微的一点点放大啊，但是放大的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啊，空间是有限的，不会一直放大。好，这边要飞出去了啊，赶紧飞出来。啊，刚才让他想去盘旋一下，是为了让他调整一个角度，让他能飞啊。这边会冲突先那啥一下啊，然后这边往这边飞，这里角度还是不够。好，这边注意冲突，终于冲突，快往这边走，这边往这边走，大家转一起来呢。绕，注意地形。直飞导航点这边能降落，然后这边盘旋一下。好，你这边绕回，我们这边这个飞机只能绕个大圈了。好，这边赶紧出。哎呀，角度太大了啊！角度太大。好，直飞目的地。然后有没有模组语音包？我没找啊，我估计应该有啊。这边有空间不足了，刚才还能降的。空间不足，我们换一个口啊。出口就是让你这里这个多一个出口，就是你可以把后边的这个飞机往前去提啊。我个人觉得空域吧。出口我觉得用处我自己用的不多，用处不是特别的大。注意冲突，注意这边的山啊，黄的出来，这里赶紧上，这边赶紧上，橙色赶紧飞。飞的话是稍微走一点，后边的就可以飞了。你看这走到这儿，这就已经可以飞了。注意地形。转向空间不足，问题不大，可以起飞。这边冲突了，赶紧往这儿走。空间不足，绕一下。粉色在这里，注意地形。右手航向动5动。好，问题不大。我们是个老空管员了啊，这个跟什么要撞上？这个可能是要撞到故宫上。注意进飞区啊！往上调整。转向空间不足，换一个地方。觉得是这个点设计的不好啊。你要是觉得这个点设计不好，你可以选择长按这个点。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演示啊。现在已经有飞机排队了，得赶紧降落。啊！不行！不要！要死了！注意冲突！哦！极限！飞离边界，快回来！右手航向1动5。飞离边界回来！
这个地方的这个点设计不好，你朝见它是可以改这个位置的啊，改这个位置，这样的角度是不是好一点？哦，好，冲突，你角度太大了，注意冲突。这几个飞机现在这容易出事儿啊！赶紧先把它走上，这边。可以起飞。8219可以降落。它先降落啊，它先降落。8219可以降落。它也降落。左转航向3.5。这边往后边转。跑道360左可以起飞。这边都在飞啊，降不下来。哎，这也算呐，哎。难受，差一点没解锁后边的地图啊，差一点点啊。不过这个游戏大概什么意思啊，已经给大家演示到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试一下。这个游戏好像有 demo 啊，并且马上动促了，可能也会打折。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喽。